趁早归依，再无胡言。但恐遭了毒手，性命顷刻而休。可惜了你本来的面目。正是因为他天宫做久了，成了朽木之夫。你一定是他请来的帮手，好吧？那你就去告诉他，让他从凌霄宝殿搬出去，将天宫让与我便罢。如若不然，我便要搅得天翻地覆、乾坤颠倒，让他永无宁日。你除了长生变化之法，还有何能啊？敢占天宫圣境？哼，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既然是他请来的帮手，就快点动手！哼，我老孙让你300回合。不急，不急。等你回答完了，我再与你一比高低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有72般变化，万劫不老长生，会驾筋斗云，一个筋斗可以翻108000里，如何做不了天庭？听你所言，本领却也不小。你若有本事，一个跟头翻出我的右掌心，算你赢，免得动刀兵苦征战。就请玉帝到西方去住，把天宫让给你。若跳不出我的掌心，你还下界为妖，再修几劫，再来争吵。如来小佛，如来小佛，你真是不知好歹！我老孙一个筋斗108000里，你那手掌方圆不满1尺，如何跳不出去？那你就试试吧。且慢！后悔了还是害怕呢？我老孙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。不过我问你，你能做他的主吗？做得。做得。既无疑问，那就来吧。好，如果再是个骗局，我连你一起打。看见了，我去也。跑得差不多了，够了，再跑远一点，这样稳操胜券。这5颗柱子是什么呀？不会是撑天的柱子吧？我到了天边了啊！此番回去我赢定了。那如来作证，凌霄宝殿就是我的了啊！且慢，要留个什么记号，省得那如来不认账。变哦，齐天大圣到此一游。哎呦！
凭你如来小小手掌，如何困得住我老孙呢？如来，我已经翻出去又跑回来，快让那玉帝把天宫让给我！哼，你哪里知道，我一个筋斗云飞到了天边，还在天边撑天的5颗柱子上留了纪念呢。你可敢跟我去看呢？不消去，你只低头看。低头看。哼，去。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你再闻闻我指缝中的尿骚气。我明明尿在撑天的5颗柱子上，怎么会在他的手上呢？难道说他会未卜先知的法术？哼！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我要去验证！我要去验证！无耻、下流、不要脸的小人！你是什么诡计，暗害我老孙，弄来这些石头把我压在这儿！来，你给我放出来！你这个混账！你这个不要脸的！你这个卑鄙、无耻、下流的小人！你敢跟我老孙再大战300回合？哼，我饶不了你！镇住你，并非是我的神通，而是你的心。所谓佛就是心，心即是佛。你翻不出你执着的心，当然也翻不出佛的手心。我呸！放你个春秋狗屎大屁！哼，你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是个奸计，把我老孙骗在你手中，压在这儿。你卑鄙！有本事把我再放出来，咱们再大战300回合。我若是再输了，我就服了你！把我放出来！哼，你敢不敢？敢就是不敢，不敢就是敢，实就是虚，虚就是实。孙悟空，无论你说什么样的话，我也如如不动。什么这个是这个，那个是那个的，呸！我听不懂。有本事把我放出来！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狗屁话，听不懂。你放我出来，快点放我出来！你敢不敢？你不啊？哎，你别走！回来，回来！别走啊！你回来！你回来！你跟我打呀！你怕我？你肯定是怕我了！你别走啊！回来，回来！
见师尊，不知师尊宣召徒儿自南海前来，有何要事？那石猴呢，已经迷失了本来面目，日后取经路上，需你助一臂之力。取经路上，不错。难道师尊对那石猴还另有重用？不错。然而不在此时。此时他深受贪嗔痴慢疑等五毒之困之重矣。这五毒化为金木水火土，而名之为五行山。如果他的心一直没有半点忏悔之意，他就离不开五行山。启奏佛祖，五行山已将那孙悟空压到山中，可是那大圣的头还是伸了出来，兀自叫嚣不止。那五行山也被他撼得震动了起来。不妨不妨。阿难，弟子在。阿玛尼贝美。你将此帖贴在那五行山顶上，待他灾延满日，自会有人救他。遵法旨。是时候了。莫非那石猴已然悔悟？会意已有，若说到大悟，言之尚早。那师尊所言的时机是？我观四大部洲，众生善恶，各方不一。东胜神州，敬天理地；北距泸州，性捉情痴。我西牛贺州，不贪不杀，养气乾灵，虽无上善，却人人长寿。但那南瞻部洲，贪淫乐祸，多杀多争。正所谓口舌凶长，是非恶害。我今有三藏真经，可以劝人为善。哪三藏真经？我有法一藏、谈天、论一藏、说地、经一藏、度鬼。三藏共计35部，该有15144卷，乃是修真之经，正善之门。我待要送上东土，怎奈众生愚蠢，毁谤真言，不识我法门之要旨，怠慢我瑜伽之正宗，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？去东土寻一个善信，教他苦历千山，远经万水，到我处求取真经，永传东土，劝他众生
却乃是个天大的福缘。海参的善庆，不知谁肯去走一遭？弟子不才，愿上东土寻一个取经人来。此人尚未出世，如何寻找呢？这金蝉子。金蝉子，你现在如有悔意，还来得及。弟子无悔。如来，如来，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你个卑鄙无耻下流小人！暗算我老孙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把我老孙压在这儿，用卑鄙的手段，有本事再跟我打呀！打呀！打呀！来呀！打呀！有本事再跟我打呀！气死我了！什么天兵天将、玉帝老儿、天王二郎神，有本事都下来跟我拼个你死我活！我老孙若是赢不了你们，我就是你孙子！是不是我真的错了？是不是我错了？啊？为什么没人帮我呢？为什么没人帮我？是不是我错了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？有没有人跟我说我到底错在哪儿？有没有人跟我说？谁跟我说？
又让这头狐给跑了，可恶！干嘛打我？说你呢，我又没招你，干嘛打我？原来是真的，原来传说是真的，这儿真的压了只死不了的猴子。哼，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我好解脱。来呀，杀呀！来，杀我呀！杀呀！哎，别跑啊！嘿嘿，回来杀我！算你聪明，砍我的脑袋，坏的是你的刀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就算是犯罪坐牢，也得有个期限呐！熬不过，总得有个死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让我在这儿活受罪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恃强凌弱，我不应该横行霸道，我不应该这个，不应该那个，我都不应该。那既然知道我是个不懂事的畜生，也总得有个人过来教教我吧。也不能让我在这活受罪啊！也没人教我，没有人教我。难道这就是天理？这就是公道？佛法是这样讲的吗？啊！启禀佛祖，那金蝉子已经成为东土大唐弘福寺的住持，深受僧众的爱戴，法名玄奘。因缘和合，善缘已到。不知尊者可否愿意辛苦一遭，度化那陈玄奘？弟子愿往，但不知此次去东土，师尊还有何吩咐？这一去要踏看路径，不许在霄汉中行，须半云半雾，经过山水，谨记路途远近之数，好去叮咛那取经之人。但人恐善信难行，我再赐予你2件宝贝。这袈裟锡杖可赠予那取经人之用，若肯艰辛来此，穿我袈裟，免堕轮回，持我锡杖，不受毒害。弟子明白。此宝唤作紧箍耳，虽是一样3个，但是各用不同。我有金紧禁的咒语3篇，你扶耳上来。记得了吗？弟子记住了。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，你须劝他向善，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。他若不听使唤，可将此箍戴在他头上，自然见肉生根，各以所用的咒语念一念，眼胀头痛，脑门接裂，管教他入我门来。
师傅，前面放光之处就是五行山了。哦，那大闹天宫的神猴，就是压在这里呀。正是。勘探妖猴不奉公，当年狂妄逞英雄。是哪个在山上吟七诗心夹搅乱老孙的短儿蟠桃会，大胆私行都率功。10万军中无敌手，9重天上有威风。自遭我佛如来困，何事书生在显宫？猴头，哦，你可认得我吗？认得，你不就是南海的观世音菩萨吗？哎，你不在南海念那个阿弥陀佛，跑这儿干什么来呀？我奉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，从此经过，特意留步来探你。哼，那如来哄了我，把我压在这山下500年，无法脱身呢。菩萨，你大慈大悲，救救我吧！你这厮罪业弥深，救你出来，恐你又生祸害，反为不美。我知错了，还望菩萨指我条门路，救我出去吧。你既有此心，带我到了东土大唐国，寻一个取经的人来，叫他救你。你给他做个徒弟，皈依佛门，再修正果，你可愿意？愿意，只要能出去，凭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呀。既然如此，你先安心等候那取经人，他自会教导你怎么为人处事，你就别再抱怨无人教导于你了。观音别走！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你还没跟我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呀？你不是也来哄骗我老孙的吧？啊！哎，来看呀，这花多好看呀！这个好。卖袈裟，卖西帐，卖袈裟，卖西帐，卖袈裟，卖西帐，卖袈裟，卖西帐。哎，这和尚，过来！你这袈裟、西帐卖多少钱啊？袈裟5000两，西帐2000两。哎，你这袈裟穿上能长生不老，还是成祖成佛啊？老子拿去换几顿斋饭，还得碰到傻瓜呆子。滚开！别在这碍我的眼！真有长生不死、成祖成佛的宝贝，他也看不出来。卖袈裟，卖西帐，卖袈裟，卖西帐，卖袈裟，卖西帐。这是呀，
卖袈裟，卖西帐，卖袈裟，卖西帐。卖袈裟，卖西帐。卖袈裟。二位师傅，请先不要走。二位师傅，请问这袈裟、锡杖要卖多少钱？袈裟5000两，锡杖2000两。哦，这袈裟和锡杖有何特别之处吗？为何要卖这么高的价钱？这袈裟有好处，也有不好处，有要钱处，也有不要钱处。何为好处？何为不好处？着了我的袈裟，不入沉沦，不堕地狱，不遭恶毒之难，不遇虎狼之穴，这便是好处。若是贪淫乐祸的愚僧，不斋不戒的和尚，毁经谤佛的凡夫，难见我袈裟之面，这便是不好处。那何为要钱？何为不要钱呢？不遵佛法，不敬三宝，强买强卖，定要他7000两，这便是要钱。若敬重三宝，见善随喜，皈依我佛，承受得起，我将袈裟、锡杖情愿送他，与我结个善缘，这便是不要钱。受教，受教。法师可曾知道，我大唐皇帝正要起建水陆大会，请来长安城内各寺的高僧来讲经说法。依我之见，这袈裟正好赠与最有德行的法师穿用，你看呢？阿弥陀佛。请问施主，可曾听过哪位高僧大德讲过大乘佛法？这小乘佛法听的倒有许多，大乘佛法未曾多闻。小乘佛法度不得亡者超生，我有大乘佛法3藏，可超亡者升天，可度难人脱苦，可修无量寿身，可作无来无去。请问，这大乘佛法现在何处？在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，能解百冤之结，能消无妄之灾。法师的身上无此经卷吗？并无，贫僧只得这2样至宝。施主既是要赠与最有德行之高僧，贫僧情愿相赠，绝不要钱。徒儿，将袈裟、锡杖赠与施主。是。且慢，大师，你未曾问过我是何人，就将此至宝相赠吗？贫僧但知你是绝无戏言之人，便足矣。绝无戏言，他知我是当今皇帝，可朕却不知你是何方神圣。皇上，你看，皇上。程途108000里，
大成尽殷勤，此经回上国，能超鬼出群。若有肯去者，求正我金身。多谢观音菩萨显圣点化，朕必先取回大成经法，再禀丹城，重修善果。各位大德高僧，请看，这2件佛宝乃是观音菩萨赐给朕的。朕要将这2件宝物赐予那道德高深、佛法精妙之人。哪位高僧愿意率先讲经说法呀？那么，使得大乘佛法者，请再上前一步。果然，我中土之内确实无究竟之大乘经典。那么朕愿意求一僧人前往西天拜求真经，谁愿意前往，朕愿将这2件宝物全部赠与他。哪位高僧愿意前往西天的？愿担此重任的高僧，请上前一步。那个年轻的僧人是哪间寺庙的？叫何名姓？有谁知道？启奏万岁，这个人是弘福寺的住持，俗名叫陈一，法名叫陈玄奘。陈玄奘，从一开始你就神游天外，完全不理会朕的言行，是何道理？皇上，切莫生气。贫僧只是想不通一个道理，是以没听进皇上的话。哦，那么玄奘法师在想什么深奥的道理啊？方才有只蚊子叮咬贫僧的手，贫僧在想，那蚊子因何叮咬于我？佛法所言，凡事皆有因果。那蚊子会叮咬于我，恐是我累世的债主。难道贫僧就眼看着它继续在6道轮回，永无解脱苦海之时？于是贫僧就想起所学小乘佛法，无非教人如何解脱异己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解救茫茫众生啊！哪怕是蚂蚁，哪怕是亡灵，要如何离苦得乐呢？
那大乘佛法讲的便是如何普度众生。只可惜，此佛经如今只在西天，朕想要派遣一人前往西天求取真经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不才，愿效犬马之劳，为陛下前往西天求取真经，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啊！千百年，弹指一挥转瞬间。问翻天，这条路还有多远？苦苦追寻千百年，只为完成我夙愿。问翻天，真爱何时能洒落人间？那朝朝暮暮仿佛就在昨天，不知道见是不见，念是不念。那千山万水掠过我的身边，天地一变，我心不变。千百年，繁华若梦转瞬间。问翻天，为何人生难两全？苦苦追寻千百年，人爱之心不曾